角看韩国、意大利联名美食节目，看韩国如何把韩酸料理打入国际。我是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这期我们从之前采访的大婶中选出3位幸运嘉宾，将他们免费送往意大利，寻找异国美食的同时，借着这个机会也将韩国料理在欧洲发扬光大。经过13个小时40分钟，大婶们顺利到达伦巴。稍作休息后，大婶们就带着意大利大爷直奔野地，希望能寻找一些不一样的野菜。由于欧洲人不爱在地上薅野菜，这也导致这里的野菜生长得更加茂盛。大婶们看得眼睛都直亮。经过翻找，就在地上轻松找到了刺荨麻。刺荨麻在韩国是一种可食用的野菜，常被认为有抗炎、补充营养等功效。之后又找到了一些意大利艾草。意大利艾草呢是欧洲地区的艾草品种，叶片相对纤细，绒毛较少，香气更清淡，常作为西餐香草或欧洲野菜食用。之后又薅了几种野菜，大婶们就心满意足的回去了。回来后的大婶就准备给欧洲的小伙伴小露一手。由于时间问题，做泡菜是来不及了，于是就拿出了薅来的野菜，准备精心制作韩式凉拌菜。大婶们首先用嘴品尝野菜是否新鲜，确认新鲜后，大婶们首先把刺荨麻和醋姜草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在里面加入盐巴、生抽。由于这里没有大酱，所以大婶只好用红酒代替。最后撒上辣椒面和芝麻，搅拌均匀后，勉强就可以上桌了。虽然没有大酱，也没有韩式老方的加持，但是在异国他乡能吃上一口野菜也算是思故乡。再把艾草放到蒸锅上，撒上面粉，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火蒸制。15分钟后，一道美味的韩式蒸菜就算是做好了。在朴大婶蒸菜的时候，金大婶又做了一道凉拌蕨菜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3道韩式凉拌菜就算是做好了。韩国大婶的菜做好了，亨利开始做起了料理。他首先拿出自己珍藏的奶酪，然后把空心菜焯水，焯好水的空心菜和面糊混合在一起之后，倒在料理盘上，再在上面擦上一些奶酪丝，送入烤箱烤制即可。趁着做披萨的间隙，又把韩国大婶薅来的刺老芽搅打成泥之后倒入盆中，之后加入奶油、奶酪和面粉、黄油搓揉成面团，再拽成一个个拇指大小的面剂子，揉成圆形后，在中间用食指按压出小坑。煮熟之后再用奶酪烩制一下，这道意大利刺老芽奶油烩饭就算是做好了。所有的美食都上桌了，亨利就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，一共8个人。亨利和大婶们硬生生的准备了7个菜，而且3道还是非常正宗的韩式凉拌野菜。这种豪华盛宴只有我们韩国电视台牵头也才能看到哦。人都到齐后，大家首先举杯畅饮，然后开始分食小野菜。别说用这个西餐盘一盛，那个档次一下就出来了。就这个品相，要是在米其林随随便便还不得个几百$，而且这个意大利野菜披萨配着韩国小野菜，简直是又好吃又好看。于是所有人都吃得不亦乐乎，都说没吃过这么马西臊的蒸菜和小凉菜啊！能得到欧洲朋友们的满意，我们的电视台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更新的最大动力。